Hello， 大家新年好！我真的卖出了一幅画，客户交给我这张照片，让我照着照片画一幅水彩画，略过画铅笔稿的过程，直接开始上色，让我一边画一边给大家介绍卖画的过程。我先把天空部位的纸张打湿，用葛黄和朱红调一个橙色，围绕着落日开始上色，留出落日的形状。我用这个平头的笔刷来做，天空和水面一起刷，水面上留出落日的倒影，加一点黄赭，向两边刷开，包括水面部分，再加入一点赭色和朱红做晚霞，水分可以多一点，纸张现在还比较湿，来回刷没问题。让我们来看看这张照片，谈不上漂亮，色彩灰暗，光影模糊。客户是因为在我的频道看了这一期影片，于是委托我画这幅画。你们可以点击右上方链接，回看那一期的影片。用群青画顶上的天空，跟下面的晚霞衔接起来，颜色有点淡，再多一点群青。现在纸张已经没有开始那么湿了，所以笔上的颜料需要浓一些，这样的话可以得到很好的衔接，颜色相互融合，均匀的晕开。加入一些朱红，做更红的晚霞，加一点蓝，暗一点，灰一点。晚霞也不全是红的，云层厚的地方，背光的部分更暗更灰。洗干净笔刷，用纸巾吸干，像这样把落日周围洗出一些光芒。现在正好做，等干了就不好做了。加入一点普鲁士蓝，让颜色变暗，画这片遮挡落日的云彩。刚刚被干的笔刷擦洗过的地方，比周围干一些，正好形成云的上端边缘的剪影。这里洗掉一些颜料，在地平线上方洗出一片亮光，用葛黄做出落日的金光。继续加深上方的云朵，形成逆光的效果，也衬托出落日的光芒。用紫红色继续加深云朵，用侧锋清扫的方式，不要把笔按到底来回刷，那样反而容易洗掉颜色。趁着纸还是湿的，可以继续加入颜色，让颜色互相融合。再来加深水面，趁着纸将干未干的时候一起来做。两侧的颜色偏冷一些，中间靠近落日的位置则颜色更暖。总体上水面的颜色比天空的颜色更灰更暗，调一个偏暖的灰来做远山和倒影，并且把近处的水面加深。你们一定对这幅画卖了多少钱感兴趣，我就不卖关子了，说好的是200加币。那我最后有没有如数拿到钱呢？我是否顺利地完成这幅画呢？请大家耐心地看我画下去。我用深红、普鲁士蓝和胶赭混合出偏红和偏蓝两种紫灰色，我用它来画这些暗的部分。我把椅子的扶手留出来，就像这个挡墙上发生的，偏暖和偏冷的这两种紫灰色相互碰撞和渗透，产生一些有趣的变化。现在来画左面的绿植，受光的部分偏黄赭，而暗部偏蓝紫，并不会因为看不到绿色就不像绿植了，周围的红色会衬得它更绿。不得不说，当我决定了日落的基调，我就面临一个挑战，那就是要靠想象来制定我的色彩计划。我从来没有画过日落，如果这一幅搞砸了，就重新画一幅。
现在来画这个篝火，用黄色和橙色来画火焰，用暗色来衬托出火焰，通过对比色衬出火焰的亮光。不需要把所有细节画出来，只是让颜色相互混合，只是一种粗略的明暗关系和冷暖关系。我确立了篝火作为视觉焦点，虽然照片上没有点火，但对着夕阳和大海围炉而坐，正是客户的这个院落的精髓所在。我要给它点上火，让它燃烧起来。这是我第一次画日落，也是第一次画海景。说真的，不管是水彩画还是其他媒介，我从来没有试过。但是不试试又怎么知道行不行呢？我想说，如果我搞砸了，我就不收钱。$200，开玩笑，不是个小数目。好了，不扯了，让我们回到正题。我还是用同样的色调来处理左面近处的绿植，用冷暖两种紫色做出左面的台阶、地砖等等的粗劣形状，将这一切置于夕阳的色温倾向中，加深火炉和椅子这里的暗部。我把朱红色放入这个椅背，稍后它会呈现出落日中逆光的效果。继续用紫色刷暗部，忽略那些细节，只保留整体的明暗倾向和冷暖倾向。右侧的草地我用更灰更蓝的颜色来表达，希望能达到整体色调上的既统一又变化。给这些茅草铺底色的时候，颜色也许可以更红一点，就像做椅背的时候一样，先用赭色甚至朱红色铺底色，加上深色后，缝隙中留下的红色透露出暖暖的落日余晖。火炉是视觉中心，可以再刻画一下细部，稍微做一点砖块的肌理，加深火焰底部来衬托出火焰的亮光。我觉得效果还不错，已经是最后一遍加深了。这些椅子已经画得很具体了，甚至有些地方都过分清晰了，但前景中我仍然留了一块空白，因为我对水彩中的前景很没有把握。不过我最终还是补上了，现在看来也许应该把它移向更右侧一些，也许跟客户商量一下，干脆把它去掉。你们有谁可以告诉我，是否在水彩画中是不需要这类前景的？对了，忘了告诉你们，客户对这幅画相当满意，我最后如数收到了200加币，但我还是觉得有很多不足的地方，于是我奉送了一幅我的临摹习作，买一送一咯。你们可以在我的以往影片中找到它。好，最后再来做一些加深和一些细节，拾遗补漏，帆船、飞鸟，一些高光。好啦，我的画完成了，谢谢观看，下次再见吧。